我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是观众叫做 Powerful Strong，对我那期解码神秘的前苏联载人登月那期节目里，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用质子火箭发射的联盟 7K、LK 飞船，居然连一次载人飞行都没有进行过，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应该就是质子号火箭发射这个联盟 7K、LK 飞船的明细表。我可以看一下，总共这个里面显示了12次发射，其中没有一次是完全的完成了任务，只有3次算是任务基本完成，还有一次呢是算是绕月成功，但是呢，它的这个载入的飞行器在着陆的时候却坠毁了。从这12次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当时不管是质子号火箭还是飞船，当时的可靠性都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特别是质子号火箭。所以呢，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不管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它进行载人飞行的。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种载人飞船，一旦出现了故障之后，问题就比较大。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可靠性的这个统计，它有相应的这个计算的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模式吧，都不能说公式，非常复杂的计算模式。所以的话，它主要取决于的就是，第一，你实验的子样数量；第二是你失败的这个子样数量。如果你出现了一次失败，你想保证足够的可靠性，你的整个这个实验的总数就要大幅增加。所以像现在的这个咱们能够看到这个用质子号进行发射联盟 7K-L1 飞船去绕月飞行的，从目前咱们就仅从这12次实验来看，那它这个可靠性是完全不足以支撑进行载人飞行实验的。所以呢，我觉得前苏联最后没有让这个 7K-L1 飞船进行载人飞行实验，基本上呢，还是出于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符合科学规律的，就是你放在中国，估计也不会让它进行载人飞行实验的，因为只从这个成功的这个概率上来看，那就是太低了。不可能要把宇航员放在这么大的风险的环境下。火箭舰体的直径是3.35米，3.35米呢，这是中国以前的火箭的一个标准直径。像长征1号、长征2号、长征3号、长征7号火箭都是这样的一个直径。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个直径呢？这是因为从当时的主要的发射场是在，比方说在西昌，或者说是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火箭的舰体的生产呢，原来是在北京，生产完了之后要运输到发射场，就是不管是西昌还是酒泉，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火车，而这些火车一般通过的时候会有一些隧道啊这类的这个涵洞啊这类的东西。那这个隧道涵洞它的宽度实际上是有一定要求的，这就要求了你的火箭的舰体不能超过它的这个建筑限界，而且我们在运输的时候，为了保护这个舰体，还会在火箭的舰体外面加一个保护罩。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限制了火箭的这个直径的发展。到后来我们搞长征5号运载火箭的时候呢，就考虑到也是一个铁路运输的问题，所以就打算用船运，这就造成了2大点。第一点就是那个发射场放到了海南，也就放到了海南的文昌卫星发射中心。第二个就是火箭的生产厂放在了天津，这样的话从天津出厂之后直接装船运到海南，从海南卸船之后直接送到发射场，不需要经过隧道啊、涵洞啊这类的设施，也就不用考虑建筑限界的问题了。这就是主要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为什么美国的那2个火星车啊，一个是早些时间发射的，大概在2010年左右吧，发射的这个好奇号，一个是后来发射的这个几年之后发射的这个毅力号。他就问为什么计算机系统没有进行什么升级？
事实上，好奇号和毅力号实际上是两个基本上是同时生产、同时研制的火星车了。这种不是轨道探测器，是火星表面探测器，这个火星车。当时毅力号是作为好奇号的备份来投产的，他们等于基本上是按照一套设计方案来设计的。然后呢，同时投产了2辆，一个主一个备。好奇号发射成功了，然后进入火星成功工作之后，后来几年之后呢，NASA 觉得光一个好奇号不够，同时为了降低成本，他就把毅力号也送到了火星上。所以尽管好奇号被送上火星的时间是几年之后，但是它真正生产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后来在好奇号取得成功之后，毅力号被发射送到火星上之前，对应 NASA 的任务调整，那么它对毅力号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进。但是像探测器的计算机系统啊这类的东西，这属于重大的系统，一般我们在航天上是不会轻易对这些系统进行特别重大的改进的。如果要是说我们新研，比如我们现在再发一个火星车上去，那么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如果要没有的话，那就是会像这个好奇号和毅力号这样。事实上，美国在搞这个火星探测器的时候，它一般 NASA 在投这个火星探测器的时候，一般都是一次性投2台，因为如果你搞一台然后失败了，实际上你的这个研制成本均摊是很高很高的。你搞2台的话，总的来讲你会降低你的研制成本，这是一个事儿。然后相应的，你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发的海盗号火星探测器，就是最早它在火星登陆，然后完成火星探测的海盗号，就是分了海盗1号、海盗2号。实际上这2个探测器就是互为备份。然后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发射的勇气号和机遇号2个火星探测器也是互为备份的。等于美国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相应的对于中国来也是一样，中国的嫦娥这个月球探测器嫦娥1号和嫦娥2号实际上是互为备份的。那么嫦娥3号和嫦娥4号是互为备份的，嫦娥5号和嫦娥6号也是互为备份的。就是说这些探测器的一些等于中国和美国基本上都相似的探测方法吧，大概是这样。为什么火箭不能更换燃料种类？这个东西反正说起来就是比较复杂了。不同的燃料种类，先别的不说啊，先说它这个燃烧的配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是你比方说一个甲烷分子要和2个氧气分子发生反应，对吧？如果要是氢的话，氢气和氧气发生的反应的比率的话呢，那就是什么4个氢分子和2个氧。所以氢氧比例是4:2，燃料和氧化剂比例是4:2。然后呢，如果要是甲烷和氧气的话呢，1:2，它这个比例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燃料之间的密度也不一样，比例不一样，密度不一样，首先造成就是你注箱的大小就没法定。然后你的燃料供给系统也是要按照这样的比率去输送这些氧化剂和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换燃料的话，你等于你那个燃料供给系统，你要做非常非常重大的调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使用多燃料的发动机就不是特别现实。但是稍微现实一点的是，未来去火星，然后假如我们真的开发火星的时候，那时候有可能会想一想来研制这个多燃料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等于就是说你的使用其他的，它肯定是以一个为基线，比如我以甲烷和液氧为基线，在实在不行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液氢和液氧，但是你的那个液氢液氧达到的水平，发动机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正常情况是使用甲烷液氧的发动机改用液氢液氧的时候，你能够产生的那些推力什么的那些性能指标水平，是远远达不到正常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的这些水平的。即便是这样的话，那个研制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走到那一步。